剛才大家睇到嘅係一段推廣豪華遊艇嘅片段，介紹意大利阿甸奴家族所經營嘅造船廠，佢哋所打造嘅頂級遊艇。我當事人 Mr. 阿甸奴三世就係船廠嘅第3代承繼人兼 CEO。阿甸奴船廠100年經營，全世界享負盛名，曾經為歐洲皇室、荷里活歌影巨星、中東油王設計製造各式各樣嘅頂級遊艇。從來冇人唔滿意阿甸奴嘅遊艇，而 Mr. 阿甸奴三世有見於大中華地區嘅富國盛世，決定開拓大中華市場，將世界頂級品味同大中華地區嘅富豪分享。而第一手打造嘅頂級豪華遊艇，買家就係羅波先生。遊艇取名 Sophia 號。Sophia 號嘅造價係1億，全長108尺，1級精鋼船架，船身係用玻璃纖維混合物加上鋁合金建造，仲配備有大功率發動機，航速高達26海里。而船上邊仲設有全球 GPS 衛星定向系統，就算遠航歐洲都輕而易舉。喺1個月前 ，Sophia 號附運香港交收。而羅波先生喺接收咗遊艇2星期之後，做出咗一個令人意想不到、荒謬絕倫嘅舉動，要求退船。而理由就係 Sophia 號唔符合佢個人嘅要求，要 Mr. 阿甸奴三世退回全數船款，合共1000萬歐羅，折合約1億港元。法官閣下，我想請原告人羅波先生出庭作供。大家見到嘅並唔係咩旅遊景點嘅如廁設施，而係 Sophia 號裏邊嘅廁所。呢個 style 嘅廁所，船上邊一共有4個，每一個都價值不菲，金碧輝煌唔再講。最特別嘅係裏邊嘅踎廁，不惜工本，以2.5mm 厚度嘅24K 金電鍍而成。羅波先生，24K 鍍金呢一點我勉強可以理解，但係點解會係踎廁呢？踎廁好啊，踎廁衛生啊，踎廁有咩問題啊？哦，即係你個人品味嘅問題。咁言下之意，即係羅波先生你要求嘅。係㗎，係我要求㗎。蘇正，呢度係法庭嚟㗎。大家喺畫面見到嘅地方係遊艇嘅甲板位置。羅波先生，請問你點解會要求將甲板改成一間麻雀房呢？唔好嘥咗啲位啊嘛！一邊出海，一邊打牌，幾爽快啊！根據資料顯示，圍住麻雀房嘅茶色撈衣、低輻射鍍膜玻璃，能夠阻擋80% 以上嘅陽光㗎喎。我個頭怕曬啊嘛！咁阻擋咗80% 以上嘅陽光，咁間房咪黑掹掹？黑掹掹啊！可以開燈啊嘛！你咁都唔 hea 啊？咦？將麻雀台仲加裝咗通常喺頂級跑車先有嘅懸浮避震系統喎。嗰個電機係我想出嚟㗎，一邊出海一邊打牌，就算遇到幾大嘅風浪，嗰個牌都唔會跌㗎。又要出海，又怕曬，又要打牌，又怕大浪。阿羅波先生，你嘅個人品味真係非常之獨特。羅波先生，
我以上所講嘅設施係咪全部都係你要求嘅呢？係啊，係我要求嘅。明代黃花梨精雕神台，千足999金，恭喜發財財神像，加埋一個2000年歷史青銅古董香爐等。不過羅波先生，財神像點解唔係放喺屋企，而係放喺船上邊？唉，行船跑馬三分險啊嘛，咁你出海梗係要帶財神喺身邊，咁先至安樂啲嘛。所以就唔可以用燈膽香，一定要用明火香，呢個都係你要求㗎。想乜過？用明火香先至夠誠心啊嘛。肅靜，被告人律師余英偉律師，雖然我好欣賞你份幽默感，但係為咗維持法庭嘅秩序，希望跟住落嚟嘅盤問，你會用翻比較正常嘅盤問技巧。係嘅，法官閣下。剛才我列舉出咁多項事實，只係想説明一點，就係阿甸奴船廠已經提供咗100%專業而貼心嘅設計，船上邊每一項設施都係100%滿足羅波先生嘅要求，即使佢嘅要求係幾咁獨特而不合理，所以羅波先生根本冇可能唔滿意呢艘船。法官閣下，你唔好信佢講啊！我真係唔會要架船㗎。你話你唔滿意，但係證據已經話咗俾我哋聽，你根本係口是心非。呢張相嘅拍攝日期係今年嘅9月15號，拍攝嘅地點係 Sophia 號嘅船上邊。羅波先生啱啱睇完晒船上面所有嘅設施，簽咗接收嘅文件，同阿甸奴先生喺度捉走。大家喺張相度睇到嘅係乜嘢？夕陽餘暉一抹，浪花銀光點點，紅寶石般嘅紅酒喺晶瑩剔透嘅酒杯之中，隨住浪花而蕩漾。羅波先生面上更泛起一絲滿足嘅笑意。被告人律師，會唔會太多形容詞呢？我只係想描繪下當時嘅情景係幾咁和諧，幾咁溫馨，幾咁充滿住滿足嘅情緒。我諗任何人睇到呢張相，都唔會認為羅波先生係喺一個唔滿意嘅情況底下接收呢艘船。法官閣下，佢被告人律師，除咗形容詞之外，你會唔會再舉出一啲比較實際啲嘅例證呢？係嘅，法官閣下。呢一支係出產自法國波爾多用赤霞珠葡萄釀製嘅1982年 Lafite 紅酒。1982年係被評為 outstanding 嘅年份，加上現存量少，而家一支嘅市值最少係1500歐羅。羅波先生，我想問你一句：如果你係唔滿意艘船嘅，點解你會開一支萬幾蚊嘅紅酒同 Mr. 阿甸奴慶祝？法官閣下，我問完。原告人律師李明陽律師，你仲有啲咩提問呢？羅波先生，係請你準確咁講出而家嘅時間啊！而家嘅時間12點45分35秒。Thank you，法官閣下，我鄭重咁提出一個要求。請講。由於而家嘅時間係接近中午1點鐘，考慮到我當事人嘅身體狀況，同埋庭上每一個人嘅生理要求，我想要求放飯。什麼面子都丟光了。剛才在法庭上，對方的律師問到我好啱啱，點解你唔識得叫 objection 啊？但係你都要有 point 俾我 objection 先得嘅。事實上，羅總你嘅 taste 係比較獨特，而且最不利嗰點就係同 Mr. 阿甸奴捉走嗰陣，連相都俾人影埋啦。睇怕呢單官司都係。你唔好話俾我聽，呢場官司我會輸啊 Well， 你艘遊艇嗱市值係1億，咁即係話，如果贏咗呢場官司嘅話，你就可以慳翻1億啦。You know what I'm saying？哦。
啊，原来是钱这方面出了问题。你早说呀！我什么都有，钱我更多。只要你能够帮我打赢这场官司，不让我再丢面子，1億裡面你佔10%。羅波先生，我首先想問下一啲比較私人嘅問題。嗱，根據資料顯示，你嘅財富係唔少於80億係嘛？差不多啦，有多冇少。嗱，你嘅生意遍佈大江南北，咁你平時應該好多食飯應酬㗎。應酬，我哋做咁大生意嘅人應酬梗係多㗎，每個夜晚都有應酬同飯局㗎。咁你所講嘅應酬飯局，平時嘅消費大概幾多度咧？請多人食飯係咁以10幾20萬唔走得甩㗎。 10幾20萬都話係咁以啊！法官閣下，原告人律師嘅盤問似乎同本案完全無關。原告人律師，法官閣下，我剛才嘅提問係想俾大家有更充分嘅理解，我嘅當事人羅波先生佢係一個超級富豪，同一般人理解金錢嘅概念有好大嘅分別。剛才被告人律師列舉咗一項證據，佢話羅波先生開咗支 Mafik 去招待 Mr. Adino， 而作出佢好滿意嗰艘船嘅推論。呢個推論我會用一個中國成語嚟形容，就係夏蟲不可以語冰，或者我咁講啦。對於一啲比較冇咁富裕嘅階層，for example，excuse me 啊，就以被告人律師為例啦，佢可能會覺得開支 Mafik 係好大件事，一件好值得慶祝嘅事嚟。但係對於我當事人羅波先生嚟講，佢係一個擁有超過80億身家嘅富豪，開支 Mafik 可能佢平時食飯嘅指定動作嚟㗎。萬幾蚊一支 Mafik， 對於羅波先生嚟講，可能係一支啤酒嘅價錢啩。被告人律師啊，嗱，假設你買咗一部自己好滿意嘅車，但係斷估你唔會開支啤酒去慶祝㗎。就算加埋啲咩夕陽餘暉、浪花點點，一支價值13個8嘅大啤，斷唔可以俾你感覺到嗰種十分滿意感覺㗎，係咪啊？被告人律師？呢個比喻根本唔恰當。Exactly， 呢個比喻根本唔恰當，而我就喺被告人律師身上面學翻嚟。被告人律師剛才用咗美麗嘅詞藻、比喻嘅技巧同平常嘅想像力，想去證明羅波先生好開心滿意地接收咗 Sophia 號。但我衷心地認為，英明嘅法官閣下係唔會受到花招影響，反而會更加 focus 喺今次呢個訴訟嘅核心關鍵嗰度。原告人律師，請你進一步陳述一下你所講嘅核心關鍵好嗎？ Of course， 法官閣下，其實整個訴訟嘅核心就係 Adino 船廠到底有冇提供到佢一直宣稱嘅專業設計同埋100% 貼心服務。法官閣下，剛才我已經提供咗足夠嘅證據，包括鍍金鈎刺、麻雀房同埋財神神座，證明船廠已經係提供咗專業嘅設計同埋100% 嘅貼心服務。Well， 咁睇嚟，我哋大家對處專業設計同埋貼心服務嘅定義有唔同嘅理解咯。原告人律師，據我理解，今次嘅訴訟係關於遊艇。法官閣下，呢點我當然理解啦，請放心。由於我同被告人律師對於專業設計同埋貼心服務嘅定義有咁大嘅分歧，所以我引用咗一個類證嚟作説明嘅。大家留意畫面，裡面嗰個人着住嗰一套西裝，而呢一套西裝就由傳統意大利服飾世家 Armani 縫製。其實同Adino船廠一樣，都係標榜住要以專業設計同埋貼心服務嚟到聞名於世。所以希望法官閣下容許我作本案嘅類證。被告人律師，你有冇意見？原則上冇問題。多謝被告人律師嘅大方。原告人律師，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剛才被告人律師好大方咁話冇所謂㗎，唔通想反口？法官閣下，我衷心希望你能夠理解，以上嘅證據係絕對有助我展述我嘅法律觀點嘅。被告人律師，如果你基於個人嘅原因而提出反對嘅，本席會慎重考慮你嘅要求。
法官閣下，我接受原告人律師嘅建議。我再一次多謝被告人律師嘅大方得體。其實呢一張相係我今朝早喺上庭之前見到被告人律師呢身裝束，忍唔住拍低嘅。好明顯呢個係貴價嘅名牌西裝，不過着咗喺被告人律師身上面，就硬係有一種 excuse me 啊，唔係好協調嘅感覺。所以我想問啦，被告人律師啊，其實你買到西裝嘅時候，你知唔知道西裝嘅 design 係俾一啲6尺高 model 身形嘅人着嘅咧？你咁講係咩意思啊？ Armani 公司嘅剪裁設計一直係針對住歐洲客戶，而歐洲客戶對於亞洲人嚟講，佢哋比較高大，但係對於亞洲人客戶嚟講，就得個膊頭嘅話，個手就可能太長，就得個腰圍嘅個褲管又長得滯。Let me guess，被告人律師，你嘅身高係5尺6， 5尺7寸半。 Excuse me， 5尺7寸半，我明白啦。我明白點解有嗰種唔係好協調嘅感覺啦。因為 Armani 公司為咗就住你嘅身形而將個袖改短起碼2寸，而個褲圍係特登將佢放大，都啱嘅。人到中年當然有少少肚腩仔㗎啦。至於個褲長嘅話，佢都係就住你嘅身形，我相信起碼改短有4寸，所以先至有嗰種比較另類嘅感覺咯。你講嚟講去都係想話我衣不稱身啫。我只係想話，點解你唔鬧個 sales 咧？佢明知件衫係唔啱你着嘅話，佢為咗做你生意賺你嘅錢，佢唔單止冇俾專業嘅意見，更加離譜嘅係呢球改短個袖就改短個袖，呢球放褲頭就放褲頭。你想褲短或者即刻將條褲剪短佢，嗰度鬼五馬六，求其放上身，咁叫做交貨。更加離譜嘅就係被告人律師你係肯收貨啊！你所謂嘅專業設計貼身服務就到呢一個水準，咁唔怪之得啦。用你嘅當事人 Mr. Adino， 佢係啱晒，佢夠晒專業，夠晒貼身啊！但係咁代唔代表住所有有錢嘅亞洲人係唔能夠得到專業服務咧？我可以答大家，唔係。可能被告人律師佢唔知道啦。Armani 公司除咗一般門市之外，佢有一條 line 係為專櫃客戶而設。佢會根據客戶嘅身形高度，整體上嚟裁剪，提供真正嘅貼身服務。務求每一套西裝都係貼晒客戶嘅身形而設，呢正正就係叫做專業設計100% 貼身服務，明唔明白啊？被告人律師，而且每一套嘅造價係需要30萬，咁即係咩概念啊？咪就等於一個富豪花咗1億元買艘超級遊艇咯，就等於我當事人羅波先生，佢花咗1億嚟要求嘅就係真正嘅專業。100% 貼心同埋貼身材嘅服務，並唔似得被告人律師咁冇要求。明知自己身世獨特嘅話，頭同埋四肢嘅比例都異於常人，都求其揦件衫放上身咁就算數㗎。法官閣下，我要求即時終止原告人律師嘅發言，佢根本就喺度人身攻擊。法官閣下，我並冇咁嘅意思，我只不過係借用被告人律師嘅身體異於常人嚟到作舉證。你仲話唔係人身攻擊？法官閣下，你聽到嘅，佢句句都針對住我。呢度係法庭嚟㗎。原告人律師、被告人律師，請兩位跟我入嚟。你兩位作為好有經驗嘅律師，應該明白到法庭係一個好莊重嘅地方。咁即係點啊？罵不還口，又得個人身攻擊。 No， 我只不過嘗試用最生動有力、有最貼切嘅方法去清楚解釋下咩係專業貼身服務嘅啫。你根本係借題發揮，揾我嘅身形嚟抹黑我。我講緊你身上面着緊呢套西裝啊！呢種西裝係 design 俾6尺高嘅歐洲人着。至於着得協唔協調，你身形奇唔奇特嘅話 ，well 呢個就見仁見智啦。嗱，又嚟啦，又話我着衫難睇啊 Shut up，Wilson， 你係咪真係覺得自己五短身材着衫好難睇咧？如果唔係嘅話，點解咁多年嚟都要堅持埋啲咁無謂嘅自覺咧？做人唔好下下對號入座，人哋點睇你真係咁重要咩 ？Exactly， Sheila 講得有道理啦 ，Wilson。你下下咁自覺，好辛苦㗎。Morris，Wilson 嘅問題就係太過自覺，而你嘅問題就係太過唔自覺。What？ 我邊度有啊？如果你對自己作為律師嘅身份多翻少少嘅自覺，喺庭上高舉證嘅時候多翻少少嘅尊重，咁就唔會引起 Wilson 不必要嘅自覺。
Exactly，Morris，Sheila 咁講就真係有道理啦。 OK，我明白你意思嘅。我諗雙方律師都明白到喺法庭上高雖然立場係敵對，但係唔代表雙方係互相唔尊重對方。Morris， 為咗彌補雙方律師嘅關係 ，I think you owe Wilson an apology。我對於剛才引用被告人律師嘅衣着同埋身形作為類證，不幸咁引起被告人律師嘅不滿。我喺度深感遺憾。我接受原告人律師嘅道歉。本席希望兩位律師喺以下落嚟嘅訴訟辯論當中，會保持專業律師嘅精神。係嘅，法官閣下。Mr. Adino， 你家族嘅造船廠譽滿全球，而你承繼咗你造船廠第3代嘅造船工藝。如果我稱你為頂級遊艇嘅權威，你唔會反對嘅嗬 Of course。身為呢個行業嘅權威，你可唔可以簡單同大家講下頂級遊艇嘅標準係乜嘢咧？標準就係根據尊貴客人嘅背景、喜好同埋品味，提出專業嘅設計同埋100% 嘅貼心服務。哦，標準就係考慮客人嘅背景、喜好同埋品味，亦都即係話客人嘅身形最貼身嘅問題，你哋根本就冇考慮過。身形 ？What？ 法官閣下，庭上呢一個門框係按照 Sophia 號船艙嘅每一道門，大家透過熒光幕都可以見到嘅，以1:1嘅比例重做出嚟。羅波先生，請你穿過呢道門俾大家睇一睇。啊！唔該晒，羅波先生。Adino 先生，乜你哋所謂嘅專業設計，原來係完全冇考慮到客人嘅貼身需要㗎。一個肯花1億馬里船嘅顧客，竟然咁辛苦每次側住個身過呢一道門。呢個問題我可以代答。我承認 Sophia 號上面嘅房門係比一般遊艇嘅房門闊度細40%，但係設計得咁窄係因為羅波先生要求喺房門旁邊放置一面全身鏡。船廠係配合羅波先生嘅要求而作出以上嘅改動。冇錯，老闆先生對塊全身鏡仲有好多要求嘅，所以我哋精心挑選咗比利時頂級水晶配以上等嘅加拿大橡木鏡框。哦，又係背景喜好同品味啊嘛。咁即係話，你哋有冇考慮過 size 嘅問題咯 size 呢塊鏡嘅 size 大細同 Sophia 號上面嗰塊所謂嘅全身鏡係一模一樣，不過我只會稱佢為半身鏡。呢半身仲要唔係上下半身，而係左右半身。大家睇下，羅波先生照得左嚟就照唔到右，照得右嚟就照唔到左，仲唔係半身鏡？唔該晒，羅波先生。100% 專業服務，淨係睇呢塊半身鏡嘅話，係咪即係話要減50%啊？呢個問題我可以代答。鏡嘅 size 問題係因為唔好再因為啦，我期待嘅 Mr. Adino 佢權威而有專業嘅答案。法官閣下，我要求被告人律師唔好再喺我盤問過程之中不斷喺度打斷我。要求批准，被告人律師請你注意翻自己嘅行為。其實我剛才提出嘅呢1-2點都只不過係小問題。設計上最大嘅失誤就係全船嘅空氣清新系統。Mr. Adino，right？ 係因為個神台明火點香。Mr. Adino， 你係想話因為羅波先生要求以神台點香，你哋為咗辟嗰陣煙味，就喺船上面安裝咗呢個空氣清新系統，係咪啊？係啊係。咁點解要用薰衣草味咧？薰衣
草未分衣草。我記得啦，係羅伯先生要求㗎。咁羅波先生佢有冇同你講過，佢有鼻敏感，一聞到薰衣草味嘅話，佢會病發㗎？鼻敏感啊，好似聽過。你明知羅波先生佢有鼻敏感，當佢提出薰衣草味嘅時候，點解你唔阻止佢啊？呢啲就你所謂嘅專業，呢啲就係你所謂嘅貼身服務。你口口聲聲話自己係遊艇嘅權威，做每一艘船都有專業嘅標準。一個客戶提出咁唔合理嘅要求嘅時候，點解你唔阻止佢啊？點解啊？點解啊 ？Mr. Andino，please。因為羅伯先生提出每一個要求都唔合常理嘅。I don't know why， 佢要按嗰24K 鍍金嘅帽子。I don't know why， 佢要喺個甲板起個冷氣麻雀房，我更加唔清楚。做咩要喺個豪華艇安個財神，仲要點晒香？總之，我面對呢啲咁嘅客人，我已經冇晒專業嘅標準咯。我非常感謝 Mr. Andino， 佢為庭上嘅所有人講出真相。佢承認建造 Sophia 號嘅過程之中，佢已經放棄咗專業標準，更加談唔上嘅就100% 貼身服務。佢亦都冇設身處地站喺我當事人羅波先生，認真考慮點樣滿足佢真正嘅需要。佢只係掛住賺取一個龐大嘅造船費用。直接啲講啦，佢只不過當我 client 羅波先生係羊牯。但我話俾你聽，香港嘅法律係公正嘅，你必須為自己嘅失當付出沉重嘅代價。好，說得好，痛快，痛快。本席認真考慮咗雙方律師嘅陳述、綜合證供同埋證據，認為 Andino 船廠存在一定嘅專業失誤，並未能夠做到船廠所承諾嘅貼身服務同埋專業設計。不過考慮到本案為一民事訴訟，為咗節省法律嘅程序，所以我係唔會作出一個正式嘅判決。但我在此提出一個指引，本席建議雙方以庭外和解嘅方式去商討 Andino 船廠應該點樣將船款退還俾羅波先生。本席同時強調，若然有任何一方對協商嘅結果提出異議，本案將會續審並作出法庭嘅最後判決。有冇搞錯，Sheila？點會咁判㗎？嗰個羅波係咩人？你喺法庭度睇得一清二楚㗎啦。恃住有個前聲大夾鑊，24K 鍍金鈎匙，密封玻璃麻雀房，財神像仲點埋香，橫睇掂睇都係 bad taste。Mr. Andino 就係相信我哋香港嘅法律，先至揀香港做交收地。你而家咁判，我係佢點諗啊？我會覺得信錯咗香港法律啊！你係法官嚟㗎，你係咪應該捍衛我哋香港法律啊？所以我咪建議庭外和解咯。其實我可以直接判 Mr. Andino 敗訴。我而家咁樣做已經將 Andino 船廠嘅商譽受損程度減到最低㗎啦。你咁樣做即係承認羅波嗰邊都唔係啱晒啦。如果佢嘅律師唔係 Morris， 嘿，你想講乜嘢啊？我冇想講乜嘢，我只係覺得你冇理由睇唔出 Morris 係靠嗰啲花招嚟贏呢場官司啫。花招？咁點解你應付唔到啊？今次 Morris 喺法律觀點同埋申辯技巧上都比你技勝一籌，我諗呢一點你都唔會否認啊，係咪？我亦都希望你清楚明白，我作為法官去判斷一單 case 嘅勝負，永遠只會按住法律觀點去判案。我知你想講乜，你永遠都係企喺一個高位度嚟到講説話。你係法官啊嘛，你講咩都合情合理。我呢，我永遠都係冇道理嗰個。我同你相處咁多年，每次我面對問題，你就企喺個高位度俾 comment， 我哋嘅關係先搞成咁。余英偉律師，我哋嘅婚姻喺5年前已經俾法庭正式宣判終止㗎啦。如果今日我同你之間嘅關係仲係唔清楚嘅話，律政司係唔會委任我審理呢單 case 㗎。所以你要清楚，我哋嘅關係就係法官同埋律師。That's it。Sorry, is this bad timing? 你揾我有事？
我要請你食餐飯去 celebrate 一下。Hey, I know， 大家表面上係法官同律師嘅關係，不過大家都算係好朋友啊。你唔會拒絕我呢個好朋友嘅 ，right？ Get out！ 羅伯先生，根據呢份協議，阿 Dino 造船廠會將1億港元嘅退款喺限期內全數匯入你指定嘅銀行戶口。兩位冇問題啊嘛？李律師啊，咁講係咪即係話嗰場官司贏咗啊？即係話，如果對方唔能夠喺限期之前提出新證供，即係當佢哋輸咯。喺上面簽個名。OK， 得食兩份，你一份我一份。那些破銅爛鐵，你拿回家自個兒擱着吧，笨蛋！佢講實啲咋？邊個唔熟？佢講乜嘢？冇，佢同你講聲再見啫。再見？我唔識聽普通話，但我知道佢喺度笑我。其實單官司可以庭外和解咧，已經係保住咗船廠嘅聲譽㗎啦。嗰啲野蠻人講咩唔需要理佢嘅。野蠻人，我一早知道羅波係野蠻人，所以我喺香港請你做我律師，諗住你熟悉遊戲規則，咬住佢唔放，幫我贏官司。咁你即係當我係野蠻人？你唔係野蠻人係乜嘢？我係估唔到你着咗 Toramani 嘅西裝上法庭就當自己係文明人，你咬人都唔識。阿丽啊，今天晚上安排一下，大家高興高興啊！知道。来，我們進房談啊！啊，我又不喜歡扣着人家的人工不給。我這個人呢，最喜歡就是你幫我做完事情，我呢就發工資了。這裡是4236，那這裡就是1000萬。你要不要數一數啊 Of course, not. Do you mind？ 隨便。羅生係我專櫃客戶，我點會信你唔過啊？我真係估唔到。哇！但冇乜事嘅話咧，我應該可能走先㗎。你就這樣準備拿着錢走啊？哎呀，這次你打官司打得這麼漂亮，大家一定要高興高興啊！我知啊，羅生好睇得起我，不過我聽日仲有 case 㗎。不過呢，我一定要提醒一下你，我的公司呢有很多人都知道，每天有很多現金出入的。現在時間也不早了，附近又沒有銀行，你就這樣拿着現金走出去，萬一有什麼事情，你有冇諗過啊？這樣啦，把錢交給我，我放在保險箱裡面。啊，我哋今晚呢一起去高興高興，高興完了，明天早上你來拿，這樣最妥當啦。啊，唔好住，我喺上面寫兩隻字先啊。夠野蠻，野蠻，不如打爛仔交啦，唔好打官司啦。唉，算啦，點講都係輸咗。喂，余律師，今日食咩啊？輸人唔輸陣，食翻餐好嘅，燒鵝髀飯，肥啲。又肥啲？你餐餐都一支公燒鵝送飯，你唔怕三高啊？保重身體，食瘦啲啦，瘦渣好冇？啊，是但啦，瘦啲啊，瘦啲。單官司贏得這麼漂亮，一定要喝一喝，不醉無歸啊！啊，走。唔係咧，我聽日仲有 case 要準備。不用準備了，你
語隨口噏都窒到佢口啞啞，佢同你啊爭好幾班啊！行啦行啦行啦！俾多半隻燒鵝我，肥啲。半隻都係3高咯。我都想自己高啲啊，越高越好。斬佢！哎，羅總，我哋留咗貴賓房俾你噶啦。啊，入面請。你問我愛你有多深，我愛你有幾分？你去想一想，輕輕你一個。好，好嘢，唱得好。羅總啊，羅總，我哋幾時再上嚟遊艇玩啫？係啊，你個廁所雙撳個好閃好靚㗎。仲有啊，嗰套打麻雀唔晒㗎。我退咗啦。嚇！咁我哋以後咪冇得再跟你出去威咯。有幾威啊？我就係嫌佢唔夠威。上次啊，同個溫州里一齊出海，我哋嘅遊艇一拍埋，佢個遊艇啊，足足長我3尺，我幾冇面啊！不過溫州里都算啦，佢同我平起平坐。不過小陳嗰個遊艇一拍埋嚟，佢個遊艇都長我個遊艇2尺。小陳係跟我揾食㗎嘛，咁點得啊？我梗係將我遊艇推返俾船廠啦，係咪？如果唔係咁，我留喺度。唔關嗰啲 facilities 嘅事，等我做。喂，你做乜嘢呀？飲2杯啤酒就醉啦？你唔係咁渣嘛，李律師？你今日喺法庭度3兩下手勢就幫我打完場官司啦。你立咗大功，一定要飲多幾杯㗎。乜原來你律師嚟㗎？乜律師有你咁靚仔㗎？發工資啊！人人有份。羅總發工資啊！多謝羅總，多謝波哥，多謝羅總。所以話咧，呢個世界叻係冇用㗎，錢最實際啦。李律師唔使啦，今朝自大嗰份已經俾咗佢啦。係喎，收下先。做咩眼定定口密密啊？密飛啫嘛，同我開晒佢，今晚個個都要飲，不醉無歸啊！啊，羅總啊，今日唔飲得唔得啊？我個胃唔係幾舒服啊。哎呀，你個胃唔係好舒服啊，咁冇攞口飲啦。嚟，做咗肚。咁啊？咁啊就落腳啦！唔好意思啊，我哋差唔多收工噶啦，麻煩埋單。幾多？13.8萬，點解咁貴㗎？乜 fit 喎，好嘢嚟㗎，打咗折㗎啦。賺咗你1000萬，俾翻13.8萬，算啦算啦。多謝晒，先生，過唔到數喎。先生，咩話？張卡過唔到數啊！過唔到數點解？卡 centre 話你張卡有問題喎。我張卡有問題？呢張係白金卡嚟嘅喎 ，This is platinum，you see platinum。或者你同卡 centre 傾下。有冇搞錯㗎？你冇 check 清楚我個 record 㗎？我呢張卡有成20幾萬簽賬額㗎喎，點解會簽唔到卡㗎？李生，所
因為 check 過你個 record， 發現你張卡20萬嘅 credit limit 已經爆咗，所以我哋 OK， 忘記嗰個 record。我幫襯你銀行咁多年，我係你哋個 VIP 嚟嘅喎。咁啊，好啦，我哋勉強通融一次，臨時加大你嘅信用額。不過記住，聽日你12點前一定要全數入返喎。No problem。喂，哎呀，咪玩嘢啊！邊個啊，大佬？喂，李生啊，為保障客戶同銀行雙方嘅利益，我哋嘅對話將會被錄音㗎。李明陽先生係咪啊？我係 SD 銀行信用卡部嘅 Carrie 啊，你好。點啊？冇，我想通知翻你12點鐘之前一定要入翻筆數喎。係㗎，我記得㗎，唔好意思啊。羅總喺咩房入邊啊？羅總啊，你呢度就好啦。我今日上嚟想攞翻嗰1000萬嘅。羅生尋晚已經過咗身，我相信你所講嘅羅總就係羅波先生。佢尋晚因為突發心臟病已經過咗身。凌晨時在地上排列你與我未有處理那碎片，將戲飛一堆，安靜看下去，我又怎麼可眼前？長櫃藏着舊物，留下了線索，落魄還如何避免？給我多一刻，一直掛念你，我便能遺忘昨天。一串冰冷的鎖匙，沒人用，誰還在意？一隻灰暗的指環，誰要留戀至此？殘缺的一地雜物，代表一對愛人。前情與自照片撕開了兩份，來吧趁戀想時投進垃圾箱，除掉。